就是因为经济问题嘛，自首进去的。像我们借款的那一方，就他们跑了嘛，事情也挺突然的，金额也比较大，阴差阳错吧，各种原因都有。那就觉得说警察这边去帮我们追什么的，所以后面我们就去自首了。我是12月1号那天进去的，那种情景一进去就看到就乌压压的全是人，20-30平方的一个房间吧，应该有40-50个人都在地上睡觉的那种嘛，就觉得特别的害怕。第二天早上起来，早餐就是一个馒头，什么都没有，而且都是凉的，12月份了也没有水喝，实在渴得不行了就去外面那个水池子那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水，管它什么水，弄了一杯子来喝，然后吃了一个馒头。后面才知道他们会用馒头来算这个在看守所的日子，你要在这里待3个月的话，那么你就要吃90个馒头，那么你今天吃了之后，你就会说我再吃89个馒头我就可以走了。他看守所是那个铁门下面就是有那种可以弄起来的嘛，就打饭的时候大家围成一个圈，然后外面的人一个一个的饭递进来，然后就按照你做的这个顺序，其实他都不让你选择的，就比如说轮到你了，哪一碗就是你的，他的每一碗可能饭有多少不一样，菜也有多少不一样，那时候哪吃得下呀，东西又很难吃，吃了2口就说不吃了，不行，必须吃完，也没说什么惩罚你，但是你就得坐在那里一直吃，直到你把那碗饭吃完为止。但是我基本上是吃不完的，它是蛮大一碗饭的，我是吃不完，所以我不吃，只能选择不吃。可以吃一些自己买的那些东西，什么饼干呀、方便面啊什么的，那些会有一点热水，可以泡方便面，可以泡一点什么牛奶、麦片什么的来吃，然后还能买得到一些像什么萨琪玛呀，可以买水果，还有黄瓜什么的。反正我每天就是吃馒头和面包什么的，基本上还是勉强能填饱肚子的吧。我在看守所待了1年5个月，除了第1天吃了饭，我没有吃过1口米饭。监狱里是有工厂的嘛，每天都要干活，看守所是不用做事的。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干活也好，我起码没有浪费我的时间，没有浪费我的生命吧，就很想离开看守所，觉得自己一刻都待不下去了。11个月左右就1审就完了嘛，我当时就以为拿了判决书以后就觉得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了。然后当律师跟我说上诉了之后，我当时就哭了。其实我去了那里那么久，我没有哭过的，再怎么样我都没有哭过，但是当时一下子就哭了，而且哭的都有点收不住了，就一下子觉得这种日子又要开始这样重复，我觉得万念俱灰啊只能收拾心情，继续在那里耗着虚度光阴吧。上诉了之后又在看守所又待了6个月，但是看守所里面也有比较难忘的吃的东西，就是周末的时候就比较有时间嘛，我们会自己去拌面，我们会把那个青瓜用那个勺子，一次性的外卖的那种勺子，就是我们在那里面用的，就是很薄的那种塑料的勺子嘛，就是能够刮掉那个青瓜的皮儿，把它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放一点红糖去腌一下，就把它的水什么的都腌出来，可能腌个半个小时左右，把水倒掉，那青瓜就有点甜甜的，就会比较脆嘛。他们就会说青瓜就是灵魂呢，就是那个方便面不用那个方便面的调料，用开水泡过之后不用泡很长时间，要稍微硬一点，然后把它弄出来晾在那里晾干晾凉嘛，然后用那里买的那种小袋小袋的什么金针菇啊，什么梅菜啊，反正混在一起，然后加一点香油，加一点醋，没有味道就加一点盐，这样子了。然后有条件的时候呢，还能放一点剁椒哦，还有那个火腿的那种，在外面没有看到过卖的，也是弄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就加在里面，然后把所有的东西
放在一起，然后把手洗干净。每次都是用盆儿，洗菜的那种盆儿，把它用来拌得很匀称。还有花生捣碎撒在上面，用勺子吃啊，可以吃啊，勺子可以吃任何东西。做一次的话大概要花掉半天的时间，有时候可能是10个人8个人都要吃，而且是当饭吃啊。就比如说泡面都要泡上10包8包这样子的，就大家一起弄嘛。每一周就开始盼着周末的时候弄一碗面来吃，就会觉得好像日子也没有那么苦了。它比那些什么牛肉什么鸡什么的都好吃很多。也不说自己发明的吧，一步一步的去弄的，最开始就会很简单。这个人跟你说我觉得加一点什么会更好吃一点，那个跟你说我觉得怎么弄一下，然后又会综合一下大家的意见，然后慢慢的就弄得特别的复杂，然后齐心协力，最后到了最高级别 Plus 版本。到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很美味。现在的话如果让你自己在家里弄就很简单了，但是没有那种味道了，在那里就是属于无上的美味。我以前在外面是一个比较矫情的人，比如说牙刷一定要用日本的某个什么牌子的，会觉得它会比较软，喝水都会一定要喝哪个牌子的矿泉水什么的。可是你到了那里的时候你就没得选了呀，所以现在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1块钱的牙刷和50块钱的牙刷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不是不能用，也是可以用的。像喝水实在渴得不行了的时候，就那自来水直接放出来就可以喝啊，也没见得拉肚子，也没见得就病了呀，也不是不能喝呀，就改掉了很多这种矫情的毛病吧。整个人生感觉都已经就是很多的习惯什么的都完全的改变了。就那个时候吃是一种很原始的东西，就只需要吃到不把自己饿死，没有所谓的什么好不好吃啊，或者是口感啊、营养这些可言，我就是把自己的命保着而已。可能骨子里还是比较就觉得不管怎么样，在这种现有的条件下，我就把它做的稍微小资一点吧，不光是好吃，还要有那个品相。哪怕出来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日子也不怎么样，但是也是能够说我还是能有能力的在一些有限的范围内去创造出来一个我比较满意的东西。生活还是可以去创造一些美好的。当时做这个面我是属于大厨来的，因为人家觉得好不好吃喜不喜欢吃你能看得出来啊，就是他吃东西的速度啊，或者他的表情啊什么的。因为在那个地方没有人需要就是去奉承你或怎么样，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你看到人家吃你做的这个东西特别的美味，这种满足感真的在那个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还是有点用的，有点本事。刚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很绝望的，就很矛盾。一个是你希望快点把这个时间混过去，混完之后你能早点知道结果，但是呢一方面就觉得日子就这样荒废了吗？就每天就是浑浑噩噩的在浪费我自己的生命。当时心里最难过的其实我就是觉得是这一点，因为看守所是就是你的事情是还没有结果的，在一件事情没有结果的这种等待的过程其实是最难熬的。到底会不会判，能不能够判缓，或者说3年5年还是10年，没有概念。而且很多时候是很悲观的，因为你要是想得很积极的，其实现实就会一次一次的打击你，就是会越想越消极，越想越悲观。但是你在做那个东西的过程中，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去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脑子里可以什么都不想。比如说我在那削青瓜的时候，我就很认真的在那想着我要把它弄成多小一块多小一块，这样会好吃一些啊，怎么样子的。
让很浮躁的心会有一段时间的这种宁静吧。这个的意义应该已经大于了它本身，就是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吃，见仁见智吧。但是我觉得在我在那里的1年多的时间里面，那就是我每一个礼拜最开心的时候。